早上7點40去光大，今天要去怡保。光大 how much？ 4。早上的大巴车都没人。到了光大站，这里有賣吃的，看一下有没有合口的。 拿了5塊錢給他，他找了我1塊5，買了4個那種瓜粑粑，不可能才5角錢哦。我的煎餃，好吃，它裡面就是有一點椰子，然後再配一點草莓，是一層一層的。第一口就是那種很甜的，我就是被它的顏值深深吸引了，感覺可能會有一點好吃。好吃嗎？ 還可以，就是米糕很清爽，不會很油膩，有淡淡的椰香味。它上面是椰子，椰子是。再來試一下這個，像果凍一樣，西米露，但是不難吃，還是可以的。我這個以為是煎餃，結果裡面是土豆泥，而且居然還是辣的。咖喱土豆泥。 在這個光大的汽車站，公交汽車站邊上，對面這裡就是長途汽車站。因為我們住在喬治城嘛，離這個汽車站是最近的，所以就選擇了從這裡去怡保。開啟我們下一站的旅行。早上感覺還沒有睡醒，眼睛都是垂。我們的車來了 ，CS Travel and True。 1, 2, 3, 4, yeah。到怡保的票是25令吉一個人，還是 Lomo 的車，就是1排4個位置的，都已經相當不錯了。司機發車前還要簡單的介紹一下行程。哦，出發了。這個車坐起舒服，還是青來那個不關門的車坐起舒服？不關門的車。為什麼？因為可以推。這個空間太大了，然後座位很舒服，直接睡覺可以。唯一的缺點就是它把門關了，對不對？又沒有風可以吹。现在已經到了怡保了，這裡呢就是怡保的 Bus Terminal。我們現在準備要出站去打車。車站大堂出來，在這裡等 Grab 到我們住的酒店11公里，只要9令吉。黑色的這個小車。到酒店了，但是它要2點鐘才能 check in。現在從酒店到火車站3點多公里，5令吉。嗨，我們現在來到了馬來西亞霹靂州首府怡保 Ipoh。那怡保為什麼叫怡保呢？來自於我身後的這一棵樹 Pokoko Ipoh， 那中文名叫見雪封侯。目前怡保這種樹也只有3棵，而我身後就是僅存的1/3這一棵嘍。那在見雪封侯的後面呢，這也是怡保的標誌性建築。這個建築的話，被稱為怡保的泰姬陵，它是結合了摩爾和維多利亞風格的，通體是白色的建築。你知道這個建築是幹什麼的嗎？沒錯，這個建築啊，就是火車站。To the city streets, we began to feel the fire. We rise like tall buildings. 其實這個火車站呢，它是始建於1914年，最開始它是用於西米貿易的一個重要運輸點。經過時代的變遷，那這裡呢就逐漸變成提供大眾服務的一個火車站了。
貝節。我们先去老黃芽菜雞先整一頓啊，還要排位子嗎？他這個生意也太好了吧！我看那個旁邊燕瓊林那邊也是生意很好，估計前面有3桌4桌的樣子，翻台還是蠻快的。等一等吧。點雞，直接點那個半隻，它這個是金桔的，先點了半隻雞，然後點了兩味的這個豆芽，再點一個雞腳，點了一個米飯。這個半隻還可以啊，感覺就皮汁油香的。他在叫我，他在召喚我，他說讓我把它吃掉，我受不了了。哎呀，我在吐口水。他們說的芽菜其實就是豆芽菜，它這個豆芽呀，短短胖胖的，看起來就是小胖子一樣，有點生，放了一點點醬油，放了一些芝麻油。豆芽的話本身有一點辛苦的感覺，就吃起來比較特別，還是趴。吃起來的話，滿滿的膠原蛋白，會很有那種黏膩感，好吃。放了一點點像肉骨茶那種佐料，有淡的那種藥香味。滷得很趴，好好吃。三文雞，一文芽菜。Hello。现在我们已經吃完了，現在在外面排隊，還是排那麼長那麼多。這裡的話就聽到了舞龍舞獅，這裡好有新年的氣息啊，熱鬧。財神來了，喜迎財神！好，財神跳！迎財神！顛倒！他竟然還要玩這一趴，看來2024年的財神是長得不一樣啊！传統嘛，這個開個業啊，過個年，鬧騰，一下子氣氛就起來了，所有人氣都在這裡了。還有很多儀式，比如說從這個獅子的嘴巴裡面送到生菜就是生財，送到生根就是升官發財，樣樣都齊。橘子，大吉大利，2024年新年快樂！哇，他們好忙啊，表演完就轉場到下一家，真的，走吧。不能走。不能走。
看這兒，馬來西亞的立場還是很鮮明的嘛，啊，走吧。好吃的豆花就是這一家，它有很多分店，它在檳城也有，但是最老的一家、最根本的一家就是這一家。拍了20幾分鐘，終於輪到我了，太不容易了。要一碗那個豆腐花，然後用這個桂花糖的，然後一個就在這裡吃，然後另外我要一個這個豆漿，然後用包裝的就可以。要冰，一共是5.2塊嗎？5塊半。好，這個碼的話，如果你看到也可以用那個支付寶掃哈，它也是支持的。好，付了。好，我们就在这旁邊吃。這個豆腐花很嫩，它就像那種 Q 彈的嬰兒的屁股一樣，短的感覺。你吃過豆花嗎？沒有啊，這個不一樣的嘛。它就是普通的純豆花，加了這個糖水。這個豆花呢，就是嫩豆子的香味，好吃是好吃，唯一就是太燙了。在這30多度這個怡保的天氣，我感覺我還沒吃，我的汗就已經狂的跟着流。大家還在討論到底是甜豆花還是鹹豆花的時候，重慶人絕對不會去爭吵，因為他媽我們重慶人是吃麻辣的，你給我在這裡吃甜的，還給我說好吃。終於找到711有這個冰沙的了。喬治那邊的話就很多都沒有，3杯哈，這個大杯的3塊1還要打折，打下來的話一杯是2塊3。印度小哥還是蠻好的，我們坐在他們那個店門口，確實有點太累，等車等太久了。然後他看我們坐在門口台階上面，就讓招呼我們進來坐，沒事兒不吃都沒事兒，進來坐，特別熱情。最熱的時候是不是這個季節？我們一般會，新年很熱。那現在呢，我們來到了三奶巷。這條巷的話，它街道不長，但是呢很文藝。這裡，歡迎光臨三奶巷。那據民間傳說呢，其實呢就是當時的紅燈區、賭場以及鴉片煙館。三奶巷逛完了，接着我們就繼續逛街嘍。何人可涼茶店，它其實是一個博物館，我們轉一下。何人可的博物館的話，現在要預約，必須提前1天預約才可以哦。走吧。怡保這個地方的話，它錫礦產業非常發達。在清朝末期的時候，很多中國人就來到了這裡，他們就做錫的相關產業，然後開始發家致富，發家了。這裡面呢，就有一個代表性的人物叫姚德勝啊，大老闆，他有8位老婆，他分別給大老婆、2老婆、3老婆購置了一條巷，來讓他們自己經營。那麼我現在走的這一條人頭攒動的小巷，非常熱鬧的小巷，就是二奶巷，2老婆的巷子。有人說二奶的運氣好，但是我覺得更多的是他自己很聰明。那當時呢，大奶、2奶、3奶他們分別都得到了自己的巷子。二奶首先就把他的巷子的話租出去，把這些店面全部租出去，人氣來了，然後他就可以收租金，他就成了這條巷子名副其實的包租婆，收租啦。他有8個老婆嗎？怡保除了錫礦，還有一個就是打門柚子，我也不知道是不是這麼讀啊。相對於二奶巷、3奶巷來說的話，大奶巷只能用一個詞來形容，那就是淒涼，無比的淒涼，連遊客都不來。你們看一下，真的這個叫不是門可羅雀了。歡迎光臨！我突然覺得人家那個歡迎光臨2奶巷、歡迎光臨3奶巷，我就覺得還是很熱情的感覺。人家這個歡迎光臨的話，突然一下有一種很淒涼、很悲涼的感覺，悲慘的感覺。歡迎光臨大奶巷。
繼清邁以後哈，我發現又一個拍鴿子最好的地方就是這一個怡保的體育廣場，這裡哇，超多的鴿子，人都沒有。我們在馬來西亞怡保，耶！在怡保草坪的對面發現一個印度人開的商店。這個才是真正的廉價，這麼大一瓶的這個可口可樂才2.8塊，這個那麼大的才3塊。我们现在来到了怡保的毕志紀念塔。那畢志紀念塔呢，是為了紀念霹靂州的第1任英國殖民地參政司畢志，然後為他而建的。塔的四面呢，分別有幾個神像雕塑，代表着忠誠、包容、公正以及堅持。那塔身中間的4周的壁畫，它分別是不同的宗教：基督教、佛教，還有回教以及新都教。那上面有很多的人，都是那個宗教的代表人物。所以參觀畢志塔呢，它真正的意義是在於展現馬來西亞這個地方呢，它是非常多元化、非常包容的、非常 peace、非常和諧的共同發展。那新元龍和新元峰都已經關了，我們估計是來得太晚了。它顯示的是下午6點鐘嗎？5點鐘打烊。現在才5點。Closed。關了。最地道的4家白咖啡，現在我們看到3家都在一起的，全部打烊，全部關門。下午5點，看我們這一條街全部都關門了，他們都放假回家了。所有的本地咖啡都已經關了，現在只有連鎖的，只有老街場了。好吧，那就老街場吧。除了有咖啡，還有什麼？可能會有蛋撻吧。Hello， 我們都知道馬來西亞的白咖啡是非常出名的。那麼你知道馬來西亞的這個白咖啡真正的一個原產地是哪裡嗎？從哪裡發源？就是從怡保。那今天呢，非常不湊巧，是因為剛好是大年初3，4家老店今天都沒有開門，我們都沒有喝到，所以非常遺憾。所以今天就只有喝到這個連鎖品牌舊街場的白咖啡。為什麼會出現白咖啡這樣的一個東西？其實呢，也要說到就是清末時期啊，很多咱們這個中國人下南洋，那很多南洋的這個礦工他就不習慣，西式咖啡的咖啡豆的一個酸性和苦澀，那所以其實為了適應廣大消費者的需求，那做咖啡豆的時候，炒咖啡豆的時候，提煉的時候就改了一些工藝，然後把這個酸感和它的苦澀降低了一點點。這個呢是官方的說法，白咖啡的歷史。那其實呢還有另外一層原因，就是其實馬來西亞這個地方它是不產這種優質的咖啡豆的，那這個口感肯定會有影響的。所以這個咖啡師在提煉的時候，在煉製的時候就加入，比如說煉奶啦、糖啊，還有淡奶啊等等啊，進入這樣的一個配方加進去之後，它炒出來的咖啡豆的話，它的香氣就會更加濃郁一些，品質也會完全不一樣。所以馬來西亞的白咖啡的話，其實有一層的原因是這樣而來的。到了火车站幹嘛呢？因為我們沒有買到票啊，只有來碰運氣。那我們來碰碰運氣，在火車站來買票，看能不能買到票，即使無座票都可以啊。但是呢，非常驚喜的是找到這個13號，就是明天早上的，而且是我們最想訂的那一班的火車。好難得啊，真的帶小朋友也去感受一下火車，馬來西亞的火車。早上8點多鐘的火車去瓜拉蘭普啊，那個 KL Sentry。我們在播，我們在馬來西亞怡保。好，再來一次哈，帶着淡淡的愁緒啊，我們怡保的半日遊就結束了。
其實還是覺得很捨不得，在這麼美的夕陽和晚霞當中，明天我們一早很早就要離開了，去吉隆坡。我還蠻喜歡這個地方的，怎麼說呢？它其實很感覺像穿越了一樣，走到一個全新的一個城市。它的时代感覺也不一樣了，沒有很多都市感很強的東西，沒有大的商場，沒有豪華的車，都是很復古、很舊的，包括很特色的一些小樓。當然呢，我覺得還有我最喜歡的就各種各樣吃的，南香和這個興隆峰和興隆園，然後都沒有吃到，這是我留下的遺憾。那下一次的話，如果還有機會，我會再來。很喜歡這個地方，這裡的雞很好吃，這裡的咖啡還可以，很好喝，這裡的地方古城很好看，這裡的晚霞也很美。天下總有不散的宴席，天下總有要散的宴席吧？這句話應該怎麼說來着？下一次吧，下一次還會有機會的。這一次的話，淺淺的粗淺了一下，還有很多打卡的還沒有去到。下一次有機會，不是節假日，然後機票便宜，就自己想散心的時候買一張機票，直接飛過來吧，靜靜的待上這2、3天的時間，好好吃一吃，逛一逛，走走這個古城，我覺得也是挺美的。那今天我們就這樣嘍，怡保到此一遊，打卡成功，拜拜。